今天影片想延续上个影片跟大家介绍，我们把一个目标定义好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专案的执行。那专案的执行的话呢，它在 Notion 的话呢，我是使用专案的一个待办事项来去规划我的专案，然后我可以把它联动到我的每一季，然后跟每一个月联动好之后，我的专案其实我在 Notion 里面它有一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它会有一个资料库的一些像领域啊、状态啊，还有执行时间。可是我会希望可以让这个专案变得更视觉化。那下一步我想要把专案去做视觉化的话呢，我现在的话会用 Scrintor， 因为 Scrintor 他们最新的功能的话呢，是你可以用这边按 Annual Roadmap， 那你就会跑出一个你今年2024年，假设你现在2025年想要的一个 Roadmap，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输入，然后输入完之后，我也可以让我这边 Project 去打出我想要的 Project。假设我这边的 Project 是副业稳定收入好了。那我就可以去看一下我这边 project 这个我的第一个 task， 假设我这边会希望说 YouTube 30个影片，然后副业的话，假设我这边是希望每个月收入3到4万。那我就要开始去拆分嘛。如果第一个月我1到3月我想要 run 这个 project 好了，我可能去这边的 task 的话呢，或者 initiative 我想要弄的是一个 MVP 产品，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区分。然后我可以把说这个产品是什么，像是我的年度规划讲座，然后我就把它列出来。那列出来之后的话呢，我就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时间轴去做调整。当然，如果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我想要延长的话，那我其实可以就是复制这一段，然后你把它这样子拉过来，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是把它换成2026。那这样子的好处的话呢，假设你今天这个 project 是非常非常长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拉伸，然后去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另外来说的话呢，假设副业稳定收入，如果说我对这个概念有想法的话，我可以不用跳到我的 ChatGPT， 我可以直接按 Send to AI 这边直接就是请这个 Scrintor 的 AI， 然后给我灵感。然后这边呢就直接送出，他就开始去想说，假设副业稳定收入的话，我跟我这个 YouTube 30个影片跟每个月收入3到4万的话，该要怎么样的去达成，然后给我一个初步的一个架构，我不用在各个软体里面做一些跳升，它可以直接去内建在它的 Scrintor 的 AI 里面。然后这个 AI 的部分的话呢，也是就是不用另外收费的。你可以看到，当它输入完之后，可以直接的把这个东西做拖拉，它就会变成一张新的卡片。那这新的卡片我就可以直接呢去做一个联动。另外的话呢，就是 Scrintor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是，你可以再玩玩看它这边所有的一些特性。那我自己常用的话呢，就是把这个 roadmap 把它画出来。另外一个我还很喜欢的就是 prioritization matrix， 你可以去画出一个矩阵。那这个矩阵的话呢，这个可以是它的影响力，然后这个可以是它的一个可行性。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我可以把它换成中文，然后把它换成可行性好了，然后这边我可以把它换成影响力，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可以画一个箭头，然后就让他说，我的副业稳定收入，我这样子去拉的话，我就知道说，我看到这个副业的时候，我可以去快速的知道说，这个副业里面我想要看的点有哪些，我可以像这样子把它都拉在我的左手边，然后以后我知道这个副业的时候，我打开这个专案的这个白板，我就可以快速的看到说，我这个专案它的可行性是多少，然后它的 impact 又是多少。譬如说好，我今天副业稳定收入的这个东西的话，这边它建议我的是说，我可能要有教学嘛，然后我要制定我的内容计划。那内容计划的话呢，制定内容计划的话呢，对我而言的话，它可能就会是属于高 impact， 它的可行性也高的，那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去叫它给我具体执行的行动方案，然后我把它列出来之后，我可以把这个专案的话呢，借由这个矩阵呢去做一个排序，那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我要先做，然后哪个东西我可以晚一点做，那做完之后我就按这个把它打勾，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它这边有一些想法嘛，然后制定6个月的内容计划，那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直接的去做拖拉。所以简单来讲呢，这个 Scrintor AI 的话呢，它就是帮助我说，我可以边规划边玩，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任何的一个想法，我这边打出来，我也可以在这边去按 text， 然后把它叫出来。然后这边的话，假设我有一个可行性想做的，但是它的 impact 可能会相对比较低的，就是拍一个推广影片，关于某本书。
对我而言的话，它可行性很高，可是它的 impact 可能对我的频道就会相对来比较低一点。那我这边可以把这本书做个具体化，假设是原子习惯好了。然后我这边如果说这个是我想要关注的，我只要框起来，然后按 Send to AI， 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就变成了是我其中一个现在它会根据我这个夹带档案去做问题。那我可以在那边说原子习惯的拍摄，我可以直接在那边去问他的一些建议，然后看这个 AI 它会怎么样给我。基本上呢，我可以把我生成的东西直接拖拉出来，同时的话呢，我所有在外面的东西，我也可以按右键或者是按Send to AI，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把所有的内容都丢过去。那如果是你也可以用拖拉的方法呢，去把它拉到这个里面。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个 Scrinto 的 AI 它就是在专案上面对我来讲是一个游乐场，对他们而言，新的白板的内容他们也叫做 Playground， 就是一个游乐场，然后你可以去发想你自己想要的一些想法，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想法呢去做任何的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调动，然后你可以不断的把东西呢去弄到 AI 里面，或者是你可以去把 AI 生成的东西直接拉到白板里面，这样子相辅相成，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专案整个的视觉化变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你可以对这个专案做很多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边总结一下，具体的这个专案的发想，这个 Scrinto 它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先用 template 去新成一个 roadmap， 然后去知道说我今年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的专案是什么。然后你把专案定义好之后，你可以再用其他的 template 去生成，像是我这边生成的就是生成这个4个的矩阵。矩阵生成完之后，我可以去定义说，看是我这矩阵是想要探讨什么样的类型，是可行性呢，还有是它的影响力。然后生成完之后，我可以马上再利用 AI Scrinto 的 AI 呢，去生成我想要的对应的功能。然后对应的功能，我可以直接用拖拉的方法呢，去让它在这个内容直接去落定在对应到的一个矩阵内容里面。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像是我的副业收入里面，我想要达到可行性高 impact 的时候，我应该要做的最刚开始的事情就是我要固定的去生成这个5-6个影片的题材和内容。那 Scrinto 它的好处的话呢，就变成是它可以帮助你提供一个一站式的一个内容，你不用在各个软体里面跳来跳去。如果你的专注点是像我这边以专案规划作为举例来说的话，你就可以专注的在Scrinto 上面去做发想，然后用 AI 来帮助你去达到各式各样的一个规划跟你的一个执行面。那当然其他的工具像是 Notion 啊，还有 Headspace 啊，都是我平常有在用的工具。但 Scrinto 的这部分的话呢，它可以直接的跟 AI 去做各种的跳动，然后再加上它白板的特性，我认为是它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那这个影片有跟 Scrinto 合作，那我会在影片的描述栏里面添加这个 Scrinto 的一个 10% 的一个优惠码。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谢谢大家，拜拜。